阿姨亲眼目睹，证据确凿，如还有何话可说？审判长，你搞错了吧？我真的有像阿姨所说的那么关心那个叫做杰珊的女孩子吗？是我亲眼看到、听到的，绝对不会错。为何此女子不舒服，如此紧张？因为这些日子，为了逮捕4896和4977，我就一直跟着这一组警探，所以对他们有了熟悉感，因此就会在乎他们身体的状况。这就是人界所谓的日久生情吧。所言属实，当然是真的。就算在冥界有人觉得不舒服，我也会关心他呀。审判长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地善良。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自称是那女人的爸爸？是你听错了，我没有。我没听错。阿姨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就不要一口咬定，你会害死我的。审判长，您为什么会觉得我恢复记忆了呢？难道那个女人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如休想趁机试探。我只是好奇问问看，审判长何须那么紧张？若轻易被试探，吾还能成为审判长吗？说的也是，审判长，您现在应该不会怀疑我恢复记忆了吧？阿丁，汝必须接受测谎。可以开始了吗？汝叫什么名字？警长丁。警长丁，接下来吾将问汝几个问题，汝必须如实回答。明白。这几日，汝是否到过人界？是。汝在人界做了什么？执行任务，逮捕4896和4977。此段时间，汝是否已经恢复记忆？没有。是否有异常？一切正常。警长丁，汝确定没有恢复任何记忆？100%确定。结束了。那审判长，您现在相信我了吗？阿炳，谢谢你让我逃过了这一劫。医疗官，您好。又是你，这次又犯了什么错呀？我没事，我是特地来看您的。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就走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医疗官，你每天困在这里，难道不觉得闷吗？这工作固然重要，不过娱乐也非常重要，要不然日子就过成苦日子了。你不来烦我就不苦。不要这么说。那我们去打游戏机，消一消一。都没人烧钱给我，没钱，不去。你没钱呐？我有，这些钱你通通都拿去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做人不应该亏待自己，那做灵魂更加不能亏待自己，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全部都给我？啊？那你不是没钱花？大家都是灵魂嘛，应该互相帮忙的。如果您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那或许您可以帮小弟一个小忙。你好坏，不过我喜欢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年你会不顾一切地跑到人界去。原来最亲的人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感觉是那么的痛苦，那么的难受。这些年，你跑到哪去了？难道是去了另外一个空间吗？你的名字叫做提伦，你
你是怎么认识林 A 的？我和林从小就认识，我们是邻居。你们的感情很好？我们在同一年来到这里做工。我们在抓你的地方，曾经找到一束花，花是你送的，对吗？那束花上有一段缅甸文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希望林死了会快乐一点。所以林的死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林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那为什么你会特地跑到那边送花？因为林死在那边。你怎么知道林 A 死在那里？你最好把所知道的告诉我，知情不报是犯法的。林死前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找他，说他差点杀了人。林，赶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原本想杀他的老板，可是不小心杀错人，叫他去自首，可是他不肯。看到林那么害怕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他。后来林为什么会死？是不是你出卖了他，让他的老板找到他，害他被杀死？所以你才感到内疚，在他死了之后还送花给他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一直都在帮着他。我每天买食物给他。有一天我到那边，林就出事了。怎么了？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，现场找到一组 DNA 跟他的是吻合的。我们现在找到的证据都对你很不利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说实话？是不是你杀了林，然后布局成是他自杀？不是，林是被人杀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 林是被那个人杀死的。既然你看见林被杀，为什么你不马上报警啊？我很怕，我怕被坏人对付，而且是非法逗留在这里的，担心我报警以后会被抓去坐牢。就是因为你的自私，林爷才死得这么冤枉。你说你是林的朋友，你知道如果你当时报警，或者是叫救护车。 他可能就不会死。林，是我害了你，对不起。你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林，就配合我们调查，再好好想想，有什么线索可以让我们抓到凶手。对了，那时候我拍到那个人的照片，在我的手机里面。就是这样，拍了等于没拍，什么都看不到。 好不容易找到了新线索，现在又断了。现在要找到这个人，恐怕比登天还要难。Das， 把照片放大，放大他的手。哇，Sir， 你的眼睛很厉害，可以 zoom in 的。现在的目标是找出手上有这个疤痕的人。你去档案看看，什么疤痕跟这个吻合 ？Yes, ma'am. Sir。 你觉得这个神秘人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他犯案的时候手脚干净利落，估计也是职业杀手，收钱办事。你们觉得这个人会不会跟罗一伟有关？毕竟他有杀林 A 的动机。Das， 把所有的照片输入清楚，我们去找罗一伟，调查他身边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 Yes, sir. 来，两位警官请坐。你们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们不是来聊天的。那找我什么事啊？你看看认不认得这伤疤？没见过。他的右手一道疤痕，我们怀疑他跟你的前女友林 A 的命案有关。是吗？ 你认真看看，认不认得这伤疤？真的没印象啊。对了，令不是自杀吗？
我们已经掌握新的线索，林不是自杀的，他是被谋杀的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全力配合调查。我也想还另一个公道。他从家乡这么远来到这个地方赚钱养家，竟然落到这个地步，真的很可怜。希望你们警方能够尽快抓到凶手。怎样？工厂里的员工全部都问过了，基本都排除了嫌疑。你们呢？有什么收获？罗一伟的口风很紧，根本问不到什么。从罗一伟的眼神看得出，他肯定心里有鬼。只可惜啊，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，白跑一趟了。英雄到底去哪里啦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心跳怎么会突然变这么快？你们就别这样嘛，就当我是去环游世界。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少了你啊，这个家都不成家了。对不起啊，以后就全靠你了。好不容易存下的钱都拿去交罚金了。Yuna 很快就要上大学，现在连付学费都是个问题啊。我们可以考虑把保险断保，至少可以拿回一笔钱。他的学费呢，我可以解决的，不要担心。对呀，Daddy、妈咪，你们不要操心，我长大了。最重要的是，Daddy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早点回来跟我们团聚。来，吃饭吧。吃饭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终于来啦！我都等你一整天了。你等我？哎呀，没事啦。你是不是偷偷跑去见你老婆啦？你怎么知道？小叶说你几天都没有上她的身了，我就猜到。你是不是还想她，还对她有感情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给她一些补偿。你死了，他们不是已经拿到保险金了吗？他们家现在有经济困难，得负担小女儿的大学学费。我担心小山需要帮忙养家，委屈了自己。如果是为了结山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。你肯借我钱？你要多少？3000块吧。3000？嗯。你死太久啦！这22年来，通货膨胀很厉害的，3000块打个喷嚏就没有了。我看啊，至少要1万。1万块那么多，你肯借我？你也知道数目不小哦。那就算了。哎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，我就算借大耳窿，我也要借给你啊。不过代价是，你要履行契约。什么契约？很简单的，陪我看恐怖电影，牵手散步，跟我跳舞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签？哎，我表姨是花痴来的，你不用陪她一起疯啊。好，我签。一言为定，契约正式生效。啊，他真的答应了？你不用羡慕那么多单身狗。快出来了。
，sorry。没事吧？电影里头的鬼都是假的，你还怕？当然怕啊，他是鬼耶。可是你有阴阳眼，应该很习惯了吧？再说，灵魂一点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人心。我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要逃避现实，享受被吓的感觉啊。走了那么久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漫无目的的走，才浪漫呢。在海边漫步是每对情侣必留下的共同回忆。我从以前就很想做这件事了，现在终于轮到我完成梦想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现在几点了？中午12点。难怪我全身没力气。为什么啊？正午12点，阳气最旺。我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元气会大伤。你不早说！我已经答应过你陪你散步，我不能演得无性啊。不用了，没用的。帮我找个阴暗的地方，让我休息，恢复元气。来，你干嘛？我背你啊，快点！你撑着啊，很快就到了。到了！哎呀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英雄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一定要这样监视娄一伟啊！他有防备了，不会那么容易被你抓到的。之前去他公司是给他下马威，只有先让他心慌，才更容易找到突破口。希望吧。那，麻烦你交给你妈。干嘛突然给我妈钱？你继父做了后，你家肯定需要钱，所以希望这笔钱能帮到你们。不用啊，那么大笔钱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应付的。是我表姨想帮你们的，哎，你别让我难做啊。你帮我跟秦毅说谢谢，可是这笔钱真的太多了，我不能收他的。哎呀，其实这笔钱是我的，你先拿去用。你有病啊！干嘛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对你好也不行啊。哎呀，才1万块钱，又不是很多钱，你不用谢我了。才1万块，出来了。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这里是哪里？白振强的家。大哥，大嫂，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？大哥，我们进去再聊吧。好，进。罗一伟跟你爸那么熟，你懂吗？不知道，我已经没有跟他们联络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喂 ，Das。什么？又有人离奇死亡？开了，你把东西拿到楼上吧。
阿伟，坐吧。是。怎么样？什么事啊？警方来找我问话，他们说令不是自杀的，还说找到了新线索，拿了一张照片，问我照片里面认不认识手上有疤痕的人。要是他们有真凭实据，早就抓人了。一张照片还说明不了什么。那你打算什么都不做吗？大哥，这一次你要想想办法。你放心啦，阿伟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，对吧？小白，死者呢？在车里。死者李宁国，33岁。根据调查，他的母亲是住在嘉护疗养院的郭秀凤。这是第2起窒息案了，跟上一个死者一模一样，在现场完全找不到有打斗过的痕迹。有目击者吗？有，在路口供。我亲眼看到他坐上车。是，继续说。哦，我亲眼看到他坐上车，然后车里的坐垫就突然飞了起来，压在他脸上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，我真的看到了。难道是有这样东西啊？后来呢？后来我见他不动，我就走过去看，人就死了。这真的太恐怖了，大白天见鬼了。那你有没有看到鬼的样子啊？是没有啦，如果看到的话，早就吓死了。把联络方式留下来就可以走了。哎呀，又有到忙了，命案一宗接一宗，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，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你以为只有你啊？我也是 OK。哎，大家来看看。我对比2名死者的资料之后，我发现到第1名死者 Andy Lim， 还有刚才的死者李宁国有共同点，他们的父母亲都住在 Home Care Nursing Home。不是吧？这么巧？来，过来！啊，老爸，你拉我出来干什么？我在查案的。你快点帮我申请转到别的疗养院去。为什么？这里是你自己选的，你说是你喜欢这里的环境的，为什么要换？现在我不喜欢了。哎呀，这里很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很不吉利呀。昨晚又有一个人死了。哎呀，我真担心下一个轮到我。你撞得像头牛，怎么会这么容易死呢？就是因为我身体健康，我才怕。你知道吗？那些死掉的老人啊，平时他们身体都很健康的了，结果呢，突然说死就死。我还听说他的家人啊也出事了。刘院长，我们想了解邱志玲女士和郭秀凤女士的家庭背景，请问你知道他们的家庭情况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邱志玲和凤仪，他们的另一半都已经过世了，是他们的儿子把他们送来这里的。你认识他们的儿子吗？见过几次面，但是最近这几年呢，都很少看到他们来这里。那他们的经济状况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按时缴费？这我需要请会计部查一查。那这2家人的母子关系怎样？在我们这一行，人情的冷暖我已见过了。那有些孩子呢，会来关心父母亲，但有更多的孩子会把父母亲扔在这里，也不管了。他们觉得说照顾老人家是我们疗养院的工作，却忘了自己身为孩子应该所尽的责任。爸，你可以不要这么迷信吗？我真的在忙的。哎呀，我没有骗你啦。昨晚我遇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哎呀，昨天晚上我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，柯医生莫名其妙要过来帮我打针了。打什么针？好像是流感疫苗。后来我拒绝，我不打。你为什么不打？但很好啊，增加抵抗力。身体好好的，打针来干什么？你还是快点帮我申请到别一家疗养院，要不然我就暂时搬回家去住。家里没有人照顾你呀。那你是希望我死在这边了？够了哈，你不要乱讲话。你再乱讲话，我不要来看你了。美珍哥，
原来你在这里，大家在等你啊。哦，好，我先去忙了，过2天来看你。哎，过来。哎，这给你吃，很好吃的。哎，这不是上次我送给你的吗？你又忘记吃了？这是我弟弟阿国买给我的，你老糊涂啊？是你弟弟买给你的。哎，吃吧吃吧。哎呀，你留着自己吃吧，我气都气饱了，我根本吃不下。你气什么？哎，还不是我那个不孝子把我给气得半死啊！我想回家，他不让我回，现在这边很危险啊！他根本就想让我早点死。这个不孝子，人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心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家伙。几10年才等到你，我们的缘分就是天注定的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让我的美梦破灭。啊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怎么眼睛不见了？难道老天爷也没眼看呐？没眼看什么？英雄，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是在画我吗？你没事吧？元气恢复了吗？我已经好多了，谢谢你。那就好。要是你因为我消失，我一定会下去冥界还你一条命的。对了。我们的爱情契约还算数吗？当然啦。那你还有什么愿望？我立刻履行。不用啦，钱我已经给了小叶，让他交给杰山了。我上次害你差点丢了命，我应该补偿你才对的。补偿我什么？送你礼物啊。送我？嗯，我用不上。我用得上啊！我买礼物送给你，然后你再送给我就好啦。送给你女儿也可以啦。其实啊，小山她刚过生日，我正想送一份礼物给她。好啊，我生日也刚过哎。那么巧啊？对啊，那我出钱买礼物交给你，你再送给我，就这样说定啦。齐英要买首饰啊？对啊，买礼物送你。为什么要送我礼物？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为什么是一家人？现在不是，但很快就是啦。感情这种事啊，要来的时候怎么都抵挡不了，你说是吧？齐英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跟百叶只是同事而已，迟早的事啦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首饰。你眼光真的不错哎，我也蛮喜欢这条的。好吧，我们就要这2件。哎，等一下，齐，这个太贵了吧？我们选一条便宜的。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要跟我客气嘛。包起来。那谢谢齐。不用跟我客气。嗨妹，好久不见。谁是你妹？来买首饰吗？难得偶遇，等一下一起喝下午茶吧。我最讨厌跟绿茶一起喝茶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，我不怪你。对了，这家店是我朋友开的，你就说是我介绍的，有打折哦。打什么折？我买东西从来不打折。谁稀罕那么一点折扣？我自己没有钱买嘛。金雅，所以我见过刚刚那个女人。有一次在殡仪馆看到她跟白夜的爸爸在一起，他谁？白夜的后母。没错，当年就是他介入小叶父母的婚姻。
白振强当年是对孩子和老婆不错的，都是这个女人害他们家庭破裂。如果不是她，当年白夜的妈妈就不会待在杂货店不回家，搞到和你爸一起被火烧死。我想到这个女人我就来气，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想，明知道对方有家庭还要破坏人家的家庭。那个白振强啊也是贱，一看到女人扑上来就抵挡不了，一点都不像你爸这么正直。秦怡，你讲的好像你认识我爸一样。我认识啊，还很熟呢。很熟？你认识我爸很久啊？刚认识不久啊。秦怡，我爸死22年了，你要怎样跟他认识不久？杰山啊，我知道你不相信鬼神，但我最近真的见到你爸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先上个厕所，你等一下。凯乐，你快点啊，我赶时间啊。对不起，老板娘。什么事？警察，我怀疑你跟一宗杀人案有关，想请你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不认识。你确定没有见过她？没有。那在2020年7月15日，你有去过拉布拉多自然保护区吗2年多前的事，我怎么记得？不记得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想。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应该是没有。什么叫应该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段期间你大概去了哪里？那一年有几个月，老板娘的身体都不太好，所以一直都在家，我都一直留在她的身边，保护她。没有离开过她？没有。这个人是你吗？不是。这个人的身形跟你一致，就连手上的疤痕的位置都跟你一样。你确定不是你？身形跟我一样的人应该很多吧？手上有疤痕的也不止我一个。你们问了那么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认识娄一伟吗？认识，他是老板的生意伙伴。他的女佣，也就是照片中这个女人，2年前被人杀了，刚好那个凶手的身形跟疤痕跟你的差不多。警官，你们不能单靠一个手上的疤痕就认定我杀了人吧？那警察也太好当了。所以卡拉峰谋杀琳妮的动机是什么？卡拉峰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的，曾经是个护佣兵。我查到他的社交媒体跟李 A 完全没有关系。说不定他收钱帮了办事。如果是买凶杀人的话，一定跟娄一伟有关系。凯乐峰是白振强家里的保镖兼司机，白振强跟罗一伟也有很多生意上的合作。凯乐峰当于家纯的保镖有多久啊？3年。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凶手是凯乐峰，也许要调查出罗一伟跟白振强之间的关系，才有机会找到破口。你要不要把案件交给我们处理？你不相信我会公事公办？比对报告出来了，有收获。科技鉴证组他们做了详细的扫描，他们确认赵迪伦照片里的疤痕跟凯乐峰的手上的疤痕是相对的。哎，说到了，根据化验报告，林 A 尸体上找到的一些皮肤组织 DNA 中，有一组和凯乐峰吻合，那就可以证明凯乐峰给的口供是假的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找到凶手了，出发。我和杰山从这里上去，你们从楼梯上去。有什么事立刻通知，记得对方有军事背景。有事。凯乐峰，喂，别跑！喂！喂！
还没有联络到 K 了。本来说好上飞机前先给我打电话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电话也没人听。他会不会被警方抓了？万一开了被抓，你说会不会牵连到我们呢？他做的任何事情跟我们都没有关系。可是，万一罗一伟被抓，我担心他会把你供出来啊。没事，别胡思乱想。你叫我怎么可以不想呢？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出事，如果你有事的话，我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。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你们只有48小时，再没有证据的话，就得把我放了。带他去拘留室。这个女人嘴巴很硬，你们这么问，肯定问不出什么。就算你确认他是凶手也没用，我们警方办事讲的是证据。那你就应该让我严刑逼供，逼他把真相给说出来。这样的话，你们警方就有你们该有的证据了。韦英雄打嫌疑犯是犯法的。那好，你跟我说说看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？除了要让田劳峰认罪，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罗以伟，这样才算真正的还林那个公道。尊贵的审判长，您就破例一次，让我带4788到人界去见那个凶手，可以吗？不行，违反规矩之事，不能批准。4788，他死得那么冤枉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替他讨一个公道吗？替天行道乃上天之事，讨回公道乃人界警察该做之事，与汝何关呢？您的意思就是，我多管闲事了？嘿，汝总算开窍了。您怎么可以那么铁石心肠啊？你也是知道的，4788死得多么的可怜，多么的委屈啊！吾当然知晓。人界的人做出丧尽天良的事，咱们冥界不可以跟他们一样。人界无情，冥界有情，不是吗？是，也不是。总之，一切照规矩办。其实，我就知道，您是整个冥界呢最有人情味的审判长了。不如您就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我担保啊，我会看紧4788，绝对不会让他做出任何有害人界的事。汝保证做得到？我用人头保证。吾才不要汝的头。您的意思是？我会请示总司令。不过，汝一定要给4788做好心理建设，确保他不会再次干扰人界。谢谢您，尊贵的审判长。你现在知道受罚的滋味了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不要过来！我不认识你，也跟你没有仇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杀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就要你赔我一条命！你不要来找我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是罗一伟要我这么做的，你要算账就去找罗一伟，求求你放过我。你可以去逮捕你的主谋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找罗一伟。先生在里面。
Wilson，有警察找你。什么事？罗一伟，我们怀疑你涉嫌一宗买凶杀人案，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不过你所说的话将会成为正当证供。 怎么了？喂，怎么了？喂，喂喂喂喂喂！ 1, 2, 3, 4, 5. 1, 2, 3, 4, 10. 1, 2, 3, 4, 15. 1, 2, 3, 4, 20. 有没有搞错？好不容易才找到证据抓了罗一伟，现在他竟然心脏病爆发死掉，都快要接近真相了，真是白忙一场啊！也不能说是白忙，至少还了丽丽个公道，没有让她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还是觉得便宜了罗一伟，他把丽丽害得那么惨，自己却死得那么舒服。没错，应该让他活下来接受惩罚。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为什么罗一伟跟辛迪库会死得这么突然？而且他们都没有心脏病的前史。可能他们有隐性的心脏病呢。我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。哪里怪？你不要跟我讲有鬼啊！没错，难道你跟我有一样的想法？把自己的阿爸丢在疗养院不管，你这种人应该死。安哥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好好劝美珍让她接你回家的。好，等我好消息啊。这个不孝子！ 活着也没有用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住手啊！你在干什么？